现在入坑高达动画，先看哪一部比较合适？如今买高达模型的爱好者越来越多了，看高达动漫解说的路人粉也越来越多了。这其中有不少人是只对高达机体感兴趣，但动画呢却从未看过。而且在面对高达这样系列如此之多、番外内容如此繁杂的 IP 时，也确实不知该从哪一部开始看起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简单聊聊这个话题吧。事先声明，本期所阐述的观点皆为个人观点很多人看剧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要从头开始看，无论你是后面出的前传也好，重制版也罢，一定要从最早那个版本按顺序看起。这个对于高达系列来说可能是没有那么大必要了，因为高达系列线性推进的故事时间线比较长的只有 UC 纪元这一个系列。这里呢，我放上 UC 纪元主要作品的时间顺序，是剧中的时间线不是制作时间。它最早的作品是1979年出品的机动战士高达，也就是粉丝们常说的元祖高达，它就是高达系列的起源。不过由于制作时间比较久远，作画方式以及演出节奏对比现在动漫也是有很大的差距。作为一个路人粉丝，把它当做启蒙作，是很有可能还没启蒙就直接懵逼了。而像是高达系列口碑最好的高达 Z， 虽然是高达系列的第二部番剧，剧中年代为 UC0087， 与0079时间线相差的也比较远，当做独立作品来看也确实问题不大。可是呢，画质依然是一个问题，画质好一点的剧场版也是部分画面高清化，再加上富野导演特有的电波系对话，对于新人来说也不算太友好。同理 UC0088年的高达 ZZ、UC153年的高达 V， 这些由高达之父富野由悠季所导演的作品，都存在画质以及演出方式上的问题，当现代人的入坑作可能是不太合适。当然了，有的人可能恰好能对上富野的电波，对画面的接受度也很高，也是可以尝试看看的。 UC 系列还有一些制作精良的 OVA 单元剧，比如0083星辰回忆录、0080口袋里的战争、08M 小队，这些说真的都挺好看的。口袋里的战争剧情非常好，可是呢，战斗画面上的描写可能没有那么刺激，所以还是适合对高达有一定了解的人来看。08MS 小队和0083的激战场面做得非常好，动画手绘水平也是顶尖的，算是早期高达 UC 剧中比较适合新人观看的了，但依然不推荐一上来就看，可以在看过些许其他作品之后再看。 UC 系列这些年也有出过一些新作，画质水平较好，演出方式大多也比较符合当代动漫的节奏，这复国除外其中 UC0096 算是非常有名的了，成功的机设、破圈的音乐、精彩的激战画面都是非常符合当代人审美的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剧中有大量的文戏，如果你对 UC 宇宙不太了解，很有可能会听得昏昏欲睡，甚至有不少人看这部剧都是挑着那些能看懂的剧情以及战斗画面看，就是说拿出来入坑可以，但是呢，可能要做好看漫长文戏的准备，看不下去呢就跳，等以后看了更多 UC 动画以后再回来看就是了。雷霆咒域相当不错的短片，尤其是第一部，要剧情有剧情，要激战有激战，但是呢，它的爵士乐稍微有那么一点需要适应，听习惯了其实也挺带感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部剧是 UC 宇宙的平行线故事，新人看了可千万不要把它的剧情当做 UC 系列正史来看GTO 系列从剧情上来说算是高达0079的前传，画面不错，但是文戏部分依然是不太适合新人，而且它的故事也依旧算是平行宇宙的，可以说是最不适合入坑的作品，因为它就是拍给老粉丝们看的。最后像是 UC0093 逆袭的夏亚、UC0123 高达 F91、UC0105 闪光的哈萨维，这些都是剧场版，不建议入坑直接看，很有可能看不懂。什么这复国画面好是好，故事也是 UC 纪元的后续 RC 纪元，但怎奈人物对话真的是太电波了，别提路人粉了，老粉丝能看下去的人都不算很多，不是很推荐新人看接下来呢，就是非 UC 纪元的作品，他们的故事与 UC 纪元基本上毫不相关，顶多有的会间接提到，或是有稍微的致敬，但影响不大这些作品中最优先推荐的就是高达00，它是整个日本动漫业界内第一部以高清规格放送的作品，当时吃了高达 C 的商业红利，那画质真的是没得挑，剧情也非常完整，演出节奏也非常舒服，人设也是俊男靓女，能够满足绝大多数观众的审美需求。唯一一点小小的缺点就是它描写的是拥有着高超技术力的天人组织，来打破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，以及平息各种地缘战争。就战争描写来说，都属于小规模战斗，除了剧场版外，很少有宏大战场的描写，这一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下。不过说起来，在非 UC 作品里边，对大战场描写比较成功的，也就是高达 C 的了。同时呢，高达 C 的也是非常破圈的作品，里面的偶像剧内容甚至还吸引了不少女粉丝，机体设计也非常成功，音乐也是一流。该剧在中国粉丝圈内也算是口碑两极分化，
但至少是人尽皆知，看了肯定是更容易融入这个圈子的。不过它也有个小缺点，就是即便有了高清重制版，里面不少画面啊还是显得比较陈旧，角色造型审美也比较偏2000年的非主流风格，这一点啊需要大家适应一下。上面2部看完了，可以看看铁血，第1部还是很不错的，在特殊的世界观设定下，近战场面也很多， BGM 也很带感。就是第2部拉了大胯，不看吧不知道故事的结局，看了吧后悔知道结局。哎，水星的魔女，说实话啊，把它当做非高达作品来看可能更好。激战画面虽然高清，但是打斗设计和分镜感觉差了点意思，这也跟近些年激战画师的流失有关，最好还是不要当做入坑作来看。最后啊，像是 G、W、X 这平成3部曲、AGE 以及焦达系列，有的是画质因素，有的是观众受众因素，有的是世界观因素，建议还是第2时间再看吧。那么总结下来啊，想入坑高达系列，最先推荐观看的是00、SEED 以及 UC 独角兽，其次是雷霆咒域、铁血、08mm小队、0083，然后呢就可以按照时间线把 UC 系列恶补一下，或者呢看看水魔、0080、GTO 啥的，最后再考虑其他的作品会比较好一些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个人的看法啊，大家有什么推荐顺序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为什么现在好的高达番剧如此难产？不知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自打高达00完结以后，每次看到高达新番剧的时候，心里都会想，下一部剧总该不会比这更差了吧？结果每次都啪啪打脸。本来铁血第1季还有点起色，结果第2季呢来了一个惊天大逆转，佳作直接变梗作。很多人好奇了，你这拍不好新的独立作品能理解，毕竟每个高达宇宙啊都算是一种尝试，想要做到刚好迎合当代观众的口味也挺难的。那你拍那些成功系列的续作，把老观众们喂饱不好吗？今天啊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。首先要说的就是受众问题，高达 IP 目前最大的困境就是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观众。为了让年轻人们看高达，日升不断尝试各种子贡像作品，但都是收效甚微，相对比较成功的可能就是焦达系列吧。可是那个呢又与传统观念里的高达剧不太一样，以至于到了水魔，校园风加百合的元素都来了，就是希望新一代观众老爷们能多看几眼。结果啊也就开头那几集的噱头比较有热度，后面大河内甚至于没有整什么狠活来挽救丢失的受关注度，真是刚妈都不如啊。可反过来，老高达粉丝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海盗动画化愚人节到了，转发转发转发！新番虽然不好看，但是新模型想体验体验，买！经典老模出升级版了，居然还新贵了一块板件呢，太良心了！预定！更别提像 AOZ 这种，你就是不给他动画化，出个模型都要被粉丝买爆的硬核系列了，你还期望万代把它动画化？人家万代既然能躺着挣钱，干嘛还要起来给你们费劲巴拉的搞个卖胶宣传片啊？而且多了不说啊，就说那几个比较成功的高达系列 UC、W、SEED、00，他们的续集啊也是真的不好拍呀。你像 W 最成功的主要是机设以及部分人设，原版故事啊都被大家当舞台剧看了，甚至很多人压根儿就看不下去，你还想看外传那魔法对轰？所以它基本上只能活跃于卖胶领域，出续集啊可以说是很难了。00则是在制作之初就把故事整体大纲写得非常完整了，所以第1季、第2季加剧场版看下来，那真是酣畅淋漓，通畅无比。硬要说缺点，那就是故事太完整，后续故事保写，之后再拍啊就不是拍高达了，而是拍星球大战了。高达 UC 也挺有意思，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啊，联邦与吉翁残党、新吉翁残党的故事结构，它里边可以描写东西啊确实太多了。怎奈当年富野就是一心想着结束高达系列，拍点新东西，可万代那边呢又不想丢掉高达 IP 这个大金砖，所以那段时间富野拍高达，要么是直接把时间线从 UC 0093干到0123年、0153年，甚至是 RC 纪元了，要么是直接来一个岛 A 那种高达世界线终点的作品了，突出一个我真的不想做高达了，就想做全新的动画，结果却被万代绑着，只能做披着高达皮的动画，一下就把 UC 世界的阳寿都给耗光了，就导致在 UC 宇宙故事走向如此明确的前提下，再做插叙故事会经常出现前后矛盾的问题。就比如高达 V 动画制作年代是1993年，描写的是 UC 0153年的故事，而独角兽动画制作年代是2009年，描写的却是 UC 0096的故事。93年大哥大还是高端机呢，09年 iPhone 4都快诞生了，你让09年的人去硬编科技更落后的故事，这不得让做设定的难受死？以至于现在万代做的 GTO 系列动画以及雷霆咒域啥的，都要明着说这是平行宇宙才好编故事。那 C 的呢，2部正剧100集下来，剧中啊也就只过了3年而已，算上新剧场版才5年，英法100年战争就在那一小疙瘩地方还打了117年呢。
放到宇宙殖民地战争，5年够干嘛的呀？那家伙后边的故事编起来，那真是前途无量啊！可是呢，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 ，Seed 把自然人与调整者之间的冲突写得太绝了。这2拨人如果和平了，那一定是其中一波嗝屁着凉大海棠了才行。可这种剧情走向啊，又不可能写得出来，所以就算出续集，那也肯定是跟第1季、第2季一样，签个条约秀战罢了，也搞不出什么新花样。除非高层把刀架在高达 IP 的脖子上，说你这新番赚不了大钱就别做了，不然是不可能出一个老太太裹脚布又臭又长的第3季了。所以建议大家呀，还是放平心态。出新番了，大家就把它当非高达作品来看，说不定还好看点，毕竟那是给路人看的呀。出了老系列的剧场版就知足点，哪怕是第2部迟迟不来，也不要着急，人家万代都不急，咱着急也没用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不愧是当年让 MB 系列站稳脚的产品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也依旧是非常帅气。如果说当年是飞鸟这个角色有点给他拖后腿，那现在新剧场版一出，飞鸟那相信命运的人会相信他的直肠子，为观影的各位啊带来了无限的欢乐，人物风评啊也是一路走高。我就说嘛，当年小鸟从黑洞洞里边钻出来的时候，稍微放可爱那么一下就老可爱了。但凡不是编剧强行捧吉拉，小鸟照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，那必然啊是宛如以扎克2号，越看越顺眼啊。虽然这款模型在开箱时发生了一点小状况，但是想到买成品还能体验拼装的快感，我就忍了。模型本体造型啊非常的优秀，在当年也是奠定了 MB 魔改风格的基调，让这个系列有了除了贵以外的特色。唯一要注意的就是侧裙甲这心太大了，而且两边都是尖尖，非常容易划伤漆面，玩的时候真的是心惊胆战的。腰部的联动设计也是相当出众，反正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联动啊是在这款模型上，不知更早的模型有没有这个设计。肩甲那可以大开门户的结构也是非常便于凹造型，膝盖上的小盖板联动虽然不显眼，但也看得出啊设计师是用心了的。翅膀的展开分为2个阶段，一个是顶部结构的展开，另一个是将所有小翅膀一并展开。展开时呢，顶部的外甲还有联动设计。不过俗话说得好啊，成品没中奖等于没买成品。我手里这个模型的一个翅膀已经可以拿来打快板了，盾牌的展开有点小遗憾，要插拔才能实现，实在是纳了闷了，都这个价格了，咋就不弄个滑轨呢？高能光束炮除了支持最基本的展开，炮口处也分别设计了上下2处的滑轨结构，可以露出内部的细节。将尾部散热片打开以后，也可以露出炮身中段的内构，摆造型拍照效果啊也相当不错。斩剑刀除了可以基本的展开，也有顶部的下拉弹出结构，配合上光束特效件，就可以让小鸟做好前格的准备了。只可惜啊，长度还是短了点，没有广角镜头是很难实现大张一刀流的魄力了。另外呢，像是光束特效件、回旋镖特效件以及光束剑样式特效件都是有提供的，不过没有掌心雷特效件还是有点可惜了。最后呢，就是灵魂的光翼特效件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这个是魂红命运啊，随有光翼。虽然客观上来说，它就是2片大塑料加了一个塑料片，但上色效果啊确实不错，各种渐变色涂装也是很到位，整体观感非常赞。就是个头有点大，入柜的小伙伴要考虑一下柜子的高度了。可以说这款模型啊获得了驾驶员人气修正以后，那是真的越看越顺眼。眼看新 MB 命运产品已经安排上了，这款模型不出意外啊还会迎来更好的价格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哦。